视频中的内容是中国亿航的载人航空器在上海首飞。进入2025年，中国的天空下正在酝酿场新的产业政策。正如过去几年热炒的新能源、芯片和银发经济一样，如今低空经济正逐渐成为政策文件和产业发布会的主角。2025年3月28日，中国民航局向2家亿航的下属公司同时颁发了载人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的运营合格证。这个词儿有点拗口，其实就是能载人的大型无人机，具备电力驱动、垂直起降和自动驾驶3个特点。后面我们就简称为载人航空器。亿航成为全球首个具备载人航空器完整商业运营资质的公司，也是全球第一次有企业做到具备从生产到运营的所有资质，意味着中国低空经济将从试点迈向正式的商业化。亿航的 EH216S 机型有望在2025年下半年开启规模化服务，市民可以在广州相关运营点购票体验低空观光旅游、城市空中通勤等服务。亿航 CEO 胡华志表示，与要绕路才能掉头的 0.5 维地面交通不一样，空中是真正的3维自由。他认为北京东西第5环约30公里，开车要1个小时，但飞行只需要10分钟。未来对载人航空器来说，城市短途空中交通将是最大的市场。不过，载人航空器仍处于起步阶段，但无人机配送已经在中国部分地区发光发热。在深圳一个春日的午后，大批写字楼的上班族排队在美团的一个自动配送亭前取餐，他们大都神情淡定，习以为常。在世界其他大部分地方，无人机配送仍属于科幻的范畴，尽管某些国家已经进入原型试验阶段，比如沃尔玛自2021年以来在美国完成了15万次无人机配送，但相比之下，这些技术在中国正逐渐成为日常的现实。仅2023年，无人机就完成了约270万件包裹的投递。中国邮政用它来为福建的海民送件，省去搭船的麻烦。全国数十座城市用无人机为医院配送血液，25万架农业无人机在农田喷洒化肥和农药，还有专门的无人机编队用于扑灭高楼火灾、边境缉毒和运送医疗样本。除了方便和可以完成一些传统工具很难完成的任务，无人机配送似乎还能取得成本的优势。以中通快递为例，其海燕系列的无人机生命周期运营的总成本为 8.58 万元，累计运送包裹 7.5 万个，算下来平均每单的成本就 1.14 元。那人员配送的成本有多少呢？我们国家的快递分为分拣、运输和终端配送3个阶段，单件总成本约为2块钱，而终端配送的成本占比约为 60%， 也就是1.2元左右。虽然目前来看，人力配送和无人机配送的成本差不多，但未来随着无人机价格进一步降低，中国就业的底库快递员可能也要大量的失业了。这2年，中国以载人航空器和无人机应用为代表的低空经济发展迅猛。中国民航局预计，到2025年，低空经济年产值将达到 1.5 万亿人民币，约2000亿美元，到2035年将增加至 3.5 万亿元。亿航的股价在过去2年上涨约 50%， 而它只是众多载人航空器企业之一。中国低空经济产业联盟负责人罗军在4月份北京的一场会议上表示，到2030年，中国将至少拥有100家载人航空器公司。截至2024年底，全国运营的民用无人机数量达到220万架，5年增长了 455%。这场低空经济的疯狂扩张，不出意外又源自中国政府的那只手。去年年初，国务院总理李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将低空经济列为发展引擎之一，与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并列。这向各级官员、投资人和企业家释放出明确的信号，政府已经将低空经济作为下一轮重点扶持的产业。大家都知道，在中国做企业，抓住政策方向才是第一生产力。去年12月，国家发改委专设低空经济发展司，在此之前，能设司局的领域往往涉及国防、就业这类宏大的主题。这样做的目的在于想要复制电动车产业所谓的成功经验，让中国在这个未来产业中占据主导的地位。其实低空经济相比于其他产业还真的更加依赖政府。在中国，绝大多数空域为军方或安保系统管辖，因此想要发展低空经济的一个前提就是政府愿意打开方便之门。目前包括深圳、合肥在内的6个城市被赋予了部分空域自主权，可以开放600米以下的空域进行商业运营。
中国的改革先驱深圳是最坚定低空经济的推行者之一。如今，这座城市已经建成了近500个起降点，批准了250条配送航线，并配合扩建 5G 网络，保障120米以下的飞行通信。2023年，美团在深圳通过无人机完成了 77.6 万单配送。深圳市政府还设立专项基金，投资低空经济企业。除了在政策上打开方便之门，地方高校也迅速响应。仅2025年，全国已有6所大学开设低空技术与工程相关专业，就是中国速度。相比之下，传统的科技大拿，而且在载人航空器领域也很厉害的美国，却有点不温不火了。美国载人航空器公司周比比中国的亿航早成立5年，在2017年就完成了首次试飞。最新的机型可以实现322公里的时速，161公里的里程和2400公斤的起飞重量，在这3个方面都大幅领先亿航当前的机型，但亿航却可以比周比更早投入实际应用。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中国有3大优势。首先，中国本身就是全球最大的电池、电动车和无人机的生产国，像电接、电池、风叶、传感器和摄像头等飞行器的关键部件已经具备了相当程度的产业基础，在相关人才和技术方面都是不缺的。我们理性的分析这个优势虽然不至于保证中国的企业可以设计出领先世界的载人航空器，但制造一个中规中矩的小飞机是没有问题的。比如亿航目前的机型里程只有30公里，这是理论上的，参考中国的电动车理论里程很可能是有一些水分的，而且只能坐2个人，售价要200多万。可以想象一下载一次人的成本会有多高，这怎么看都没有达到一个空中出租车的要求，对吧？典型的普通人坐不起，有钱人不敢坐。目前最大作用其实就是一个观光的玩具，但有这么个东西很多事儿就可以往下推进了，对吧？这第2个优势才可以发挥出来，就是监管放水。为什么我用放水而不是灵活这个词呢？因为低空经济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会面临很多新的问题。比如那么多无人机在天上，不管是小型无人机还是载人航空器，那应该怎么协调管理呢？而且玩过无人机的朋友应该都知道，那玩意的噪音真的很大。那噪音问题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会多大影响呢？会不会侵犯人们的隐私呢？在美国，载人航空器的监管属于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管辖，必须遵守传统有人驾驶飞机的认证流程。刚刚我们说的周比公司在2018年就递交了认证材料，但2025年都没有完成全部审核。相比之下，亿航5年内就获得了全部认证。那有人可能想问，会不会是中国的效率就是比美国高呢？毕竟很多西方国家政府部门的效率大家都是恨得牙痒。但事实上，中国目前并没有制定出针对载人航空器的适航技术规范，这个就有点像中国车企目前的自动驾驶技术还远远没有达到成熟的阶段，但无人驾驶出租车就已经开始运营了，是不是早点了呢？这个我们看一下，它确实是没有驾驶员的在车上，然后我的前面有一块屏幕，它叫我这里显示一键关门。这个电动门就自己给关上了。当下关于亿航的很多认证都属于特批，只适用于特定的机型、特定航线和特定的用途。这个特批的审核到底是灵活还是放水，就见仁见智了。第3，中国人对低空经济的接受度更高。麦肯锡调查显示，86%的中国消费者欢迎无人机送餐，而美国仅有53%。美国人反对无人机送餐的主要原因是个人隐私、噪音和成本。在这方面，我觉得中国还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就是中国人就算有反对意见也没什么用，对吧？如果你家刚好在无人机送餐的路线上，每天早上都被美妙的螺旋桨声音吵醒，难道还能去投诉吗？综上所述从企业、政府和民众，我觉得中国对试错的容忍度更高。相比于质量，中国的企业更加注重速度快，也是因为这样，中国的载人航空器才可以更快的落地，更快的运营。面对中国的发力，美国政府显然也感到了压力，就在本月初颁布行政文件，加快本土无人机和载人飞行器的发展，明确表示要防范外国竞争。这明显是在点名中国，这个就有点囚徒困境的味道。如果大家都选择合作，那么相安无事。但如果有一方的政府选择用产业政策大力扶持低空经济行业，
另一方最好的策略也是发展产业政策。我曾经多次说过，如今全球保护主义的兴起源头就在中国的大量补贴。不过说到中国的产业政策都逃不开一个问题：过剩。从最早的炼钢企业到光伏和电动车，都面临产能过剩和行业内卷的问题。根据中国低空经济联盟的数据，截至2024年底，全国已有100多家载人航空器相关的企业，其中不乏传统车企，比如小鹏和红旗，科技巨头，比如亿航、风飞，以及大量的初创公司。但真正具备产品落地能力的寥寥无几。目前就亿航获得民航局的型号合格证，绝大多数企业仍然停留在原型机或样机的阶段。事情明明还在萌芽期，中国的企业本着先上车再说的原则就已经一拥而上了，多了点赌徒心理，少了点匠人精神。这次就连中国官方都有点担心发展过热。国家发改委强调，发展要全国一盘棋，防止重复建设和无序竞争。此外，低空经济的盈利模式仍然面临考验。文机配送的商业模式虽然逐渐清晰，但现在还在小规模应用的阶段。如果未来真的大比例的配送人员被无人机取代，那大风天气怎么办呢？雨天还能配送吗？配送员会不会面临天气不好的时候要忙死，天气好的时候又无事可做的窘境呢？相比无人机，载人航空器的盈利模式压根就没有。西方已经有多家公司倒闭了。亿航 CEO 畅想的打飞的模式能不能绕过成本和安全这两个问题成功的盈利，目前还是一个大大的问号。就在今年3月份，广西南宁市就出现过一起载人航空器在起飞时侧翻的事故。如果事故发生在天上，那倒霉的就不只是乘客了。那么大个东西掉下来，下面的人怎么办呢？传统的民航客机采用3级冗余系统来提升安全等级。举个例子如果一个飞机的姿态控制依赖于一个陀螺仪，那么一旦这个陀螺仪失效，飞机就很可能失控。但如果有3个陀螺仪在工作，其中2个保持一致，系统就可以排除它，继续正常飞行。目前全球主流载人航空器的公司，比如周必，均宣称其飞行控制、能源供给、传感系统都具备3级冗余。而中国的领头企业亿航仍然采用单冗余或双冗余的系统。我觉得亿航的 CEO 应该经常坐他们自己的载人飞行器出来转2圈，来证明起码他自己对自家的飞行器安全性是有信心的。中国哪个地方政府想要发展本地的低空经济，当地的市委书记、市长就应该把自己的短途交通工具换成本地企业的载人航空器。那我相信这会比任何广告的宣传效果都要好。总之，中国面临财政困境的地方政府想向天空要钱，但具体怎么要还不太清楚。山东省的平县曾因以 9.24 亿元出售低空经济特许经营权而引发争议。有的人称赞其融资创意好，有人讽刺你下一步是不是就要卖空气了？最后，不管怎么说，在低空经济这个领域的摸索阶段，中国是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但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应不应该为此欢呼，为此骄傲呢？中国现在似乎面临一个非常矛盾的地方。一方面，中国的明星产业似乎越来越多，越来越强。比亚迪2025年4月份在欧洲的销量超过了特斯拉，大疆无人机在全球市场的占有率超过了 70%。宁德时代进入全球许多知名车企的供应链，在全球10大光伏组件的供应商中，中国占了9席。如今，中国的亿航又成为了全球首个开启载人航空器运营的公司。但另一方面，消费降级、中年失业、大学生找不到工作，成为了网络上的热门话题。在我们的印象里中国的产业越强，中国人应该越富有才对但现实中，宏观上的成功却并没有带来微观上的幸福，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道理很简单，简单到一个菜市场的小贩都清清楚楚，卖菜赚多少钱，不能只看卖的时候收多少钱，还要看种菜的成本。中国打造出全球最大的电动车产业、光伏产业以及正在发生的低空经济产业，都是需要成本的。我说的成本不仅有政府提供的补贴和资源便利，更重要的是对市场的扭曲。以电动车为例，当大量的消费补贴、政策优惠临幸这个行业的时候，中国有大量的企业加入，目前有52家新能源汽车品牌，这个数量超过日本、德国、美国和韩国所有汽车品牌的总和。其中能盈利的却寥寥无几，这是因为汽车行业是典型的具备规模效应的行业，也就是规模越大，成本越低。
所以在这个行业最终能活下来的企业势必很少，很容易翻成几家寡头企业。也就是说中国的电车企业几乎无法避免大量破产的结局。最近哪吒汽车正式进入破产审查的程序，在这个过程中，有多少上游企业拿不到合同款，有多少员工拿不到工资，有多少投资人的钱灰飞烟灭。而哪吒汽车的故事在中国的光伏行业、芯片行业、房地产行业比比皆是，未来也势必会发生在无人机和载人航空器行业。中国强产业政策的成本是市场扭曲下大量的资源浪费，大量本不应该进入一个行业的企业在某个行业里疯狂扩张，然后破产。为什么明星企业越多，人们的腰包反而越来越瘪呢？因为大国崛起的背后是超过了收益的成本。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非常感谢每一个能看到这的人。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视频，可以随手给一个点赞、评论或转发来支持我一下。当然不要忘记点开小铃铛，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最新视频了。我们下期见，拜拜。